不过转眼高空中金光闪烁，海水中龙吟阵阵，一道道金色光柱落向这数百城池，其内飞出道道银甲身影。天兵战妖兽的大戏各地同步上演。与此同时，中神州逍遥仙踪山门，乌云遮天蔽日，漫天妖气滚滚，十数万妖族大军被数不清多少妖族高手夹带而来，径直洒落在逍遥仙踪山门附近，对逍遥仙踪发起凶猛冲击。逍遥仙踪内，众门人弟子大多面色苍白，数十名宗内高手冲到各峰上空，齐声大喝，打出道道仙力，全力支撑护山大阵。而在逍遥仙踪西南、东北、正东三个方向，道道流光开始汇聚，宛若三条江河朝此地奔涌来袭。不仅如此，中神州各地出现了道道鸡舍的玉符，一处处人族仙踪被惊动。又片刻后，渡仙门外围出现数十口大洞，无边妖风以洞中吹出，同样是妖族高手夹带妖兵而来。转眼间，四面妖族大军合围，齐齐杀向渡仙门。然而众妖刚要轰击护山大阵，几头老妖发现情形有些不对劲儿，他们各自下令，众妖暂缓前冲。一名名妖族高手看向阵内，却见整个渡仙门空空荡荡的。一名老妖嗅了嗅，沉声道：没有多少人味儿，他们跑光了。天地间响起了一缕琴声，就见高空之中一朵白云缓缓落下，其上坐着一名白发白须的老神仙，正低头抚琴。水神，水神果然在这儿。是，等会儿，小心有灵报，这里人都走光了。李长寿一声轻笑，停下了抚琴，漂浮在护山大阵上方，目光环视漫天遍野的妖族身影。他身周突然出现了少许火光，这一具化身转眼被火焰吞噬，但是那恬淡舒适的嗓音在天地间回响：10万妖众，中等功德，那位道友果不欺我，各位请入内吧。话语声中，渡仙门护山大阵轻轻闪烁，啪的一声，如气泡炸碎。没了！刚才那么大的护山大阵就这么没了？他们在洪荒混了这么多年，也算是见多识广，这般小阵仗还真没见过。宫山大阵还没打开呢，对面人跑光了，大阵没了，就一个天庭水神显露了一下踪迹，现在也没影了。一名年轻一些的妖王憨憨地问了一句：渡仙门已经人去山空，咱们还打什么？打山吗？莫要中了水神的算计，他刚刚明显是要离间咱们与那位道友，此时更是想用这般反常阵仗，就是想吓退咱们。水神诡计多端，千万不要上当啊！渡仙门门人弟子数千人，如何能这般轻易退走？到底是谁竟然走漏了风声？时机稍纵即逝，咱们还在这犹豫个什么？妖生山之魂可安否？无妖族之愤可平否？那几个主事的老妖差点因此吵起来，因为小琼峰上的阵法太多了。李长寿索性在丹房中点了一面云镜，让正在下棋的灵娥与有清玄雅也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形，又随手招来蒲扇，在那儿轻轻摆动。师兄，灵娥指着云镜中的这些身影，有点小惊讶地问了句：这些是什么妖啊？看着都好吓人。有清玄雅身为他们同期的首席弟子，也曾外出数次，稍微见多识广，此时正用仙指捏着自己下巴，认真地点评了一句：书上说，妖族化形保留的本体特征越多，其凶性也就越强。灵娥跪坐在那儿，摆着身子，对着云镜左看右看。
这是来了多少妖族？10万有余。李长寿闭着眼睛淡定地回了句。是。原本还对自家师兄无比信任的灵娥，此刻却是禁不住抿着小嘴。师兄，9乘8。不然呢？李长寿睁开眼反问一句：你可是在质疑为兄的遁法？这可不敢，师兄遁法无双，跑路无敌。李长寿满意的笑了笑，手中蒲扇一甩，地面在轻微颤动，周遭的仙光闪烁，整个丹房开始缓缓下沉。小琼峰看似是风平浪静，暗地里各类大阵缓缓运转，一处处阵基被渐渐点亮，五行灵力互生互增。丹房径直垂入山体，连接到了山体内的洞府上端。大葫芦造型的丹房完美砌在了山体空隙中，所过之处的通路也被山石严密地填补住。又听隆隆作响，丹房周遭的书架缓缓翻转，露出了背部所挂着的那一只只云雾环绕的琉璃镜。李长寿蒲扇一挥，这些法宝琉璃镜将小琼峰之外的十方之地尽皆展露了出来，及时同步，毫无死角，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山人合一的地步，洪荒高达不远矣。看着这些花里胡哨的操作，灵娥倒是十分的淡定，毕竟他见证了自家师兄的大部分改造工程。有秦玄雅着实是有些回不过神来，愣了一阵儿才忍不住问：这些是什么？阵法禁制，融合了一些法术。记得不要对外提起。长寿师兄放心。有秦玄雅抿了抿薄唇，李长寿笑着应了一声。他虽然处理人情世故时总有些出其不意之举动，但是守信这一条却是值得信赖的。毕竟此前已经数次立下了与保密有关的大道誓言。灵娥有些紧张地喊了一句：师兄，他们来了。李长寿淡定地应了一声，随后闭上双眼，喃喃道：现在要做的就是稍微拖延时间，这里的妖族不能全杀掉，还要留一部分妖族高手回去造势。随之他的心神落归10几只指导人处，将仙斗兵分片管理。只能说妖族不愧是妖族啊！今日渡仙一战，李长寿准备了3套预备方案，已经做好了将渡仙门山门摧毁大半的最坏打算。但是妖族干啥不行，给他省心第一名。此时这群妖族既不走不退，也不强攻，反倒是派了3成兵马，连同少量高手先行闯入山门范围。罢了，今日杀妖还在其次，隔空搞一波地藏才是正事。李长寿的心底下达简单的指令，10多个风头上的仙斗兵齐齐站起身来，持着大盾长枪的天兵一排排冲天而起。那些远程仙兵已经是拉弓催弦，剑雨乱起，鼓声如雷，众妖嘶吼，天地染红。道道身影簌簌落下，那些实力强横的妖王直接扑向了各处风头。李长寿的10多具天仙境指导人外出迎战，与妖兵刚短兵相接，就直接引爆自身。3名实力偏弱的妖王被指导人自爆直接撕碎，更有数名妖王遭受重创。妖族老妖的怒吼声传遍各处。还是撒豆成兵，这些都是水神化身，他本体一定在此处。别乱找了！大笑声在高空响起，一道身影在破天峰正上方的空中诡异现身，身着白袍，白发白须，头顶更是有着一座小塔在滴溜溜的旋转，洒落道道玄黄气息。他负手而立，手中的拂尘换作一把金光闪闪的长剑，傲然立于空中，威压天地各处。本神就在此地，尔等又奈我何？不少妖族高手直接红了眼，几头老妖更是一阵咬牙切齿。一个童颜鹤发的老妖破口大骂：水神，
你这残酷无情、卑鄙无耻之徒，图我妖族毁我妖族气运！我妖族此前可跟你有半点仇怨。李长寿嘴角一撇，淡然的嗓音传遍天地各处。合着上古时妖族近乎屠灭我人族，就不算仇怨了？你人族已是天地主角，我族退居五洲缝隙还不够吗？说话这妖，你莫非是觉得上古妖庭被我人族推翻，是你们妖族施舍给我人族之胜？还是说昔日妖皇陨落，是因为面对人族良心发现，自刎而死？又有老妖怒吼：人族不过趁我妖族与巫族大战，两败俱伤，何以言勇？得了吧，哼！昔日人族尚且弱小，只知繁衍而不知修行之法，早已鼎盛的妖族大肆屠戮人族，何以言勇？人族香火不息，奋发图强，代代先贤挺身而出，探索天地大道，护卫人族周全。你妖族不识天数，妄自尊大，既有恶因，便有恶果。人族以弱击强，三皇五帝步步打牢根基，一力成就今日天地主角之位。尔等不过上古败犬，恶念不息，善念难生，业障缠身，难以立足于天地，更是不忘坑害巫族，炼制灭人凶煞。那日但凡去妖生山护卫那把灭人剑者，如何不当灭？今日竟还敢来以此说事，在我人教仙宗中嘤嘤狂吠，简直是不知所谓，岂有此理！都说妖族越老脸皮越厚，尔等当真不愧妖族名宿，厚颜无耻之极！你！那鹤发童颜的老妖面色涨红，猛地喷出一口鲜血。又有老妖跳脚大骂：水神，你一意孤行，意图再次挑起两族大战，此间因果你当一力背负。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妖为万灵聚合之族，其内良莠不齐，毫无血脉根基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从不觉得妖族是人族之敌。大德大慈的圣人娘娘同样曾加入妖族，那秉持爱与平等的青丘一族同样也是妖族的一支。只有那些吃人、杀人，将生灵视为草芥，意图操控、霸凌其他种族的邪恶生灵，以及那些为虎作伥者，无论是妖是人，才是全洪荒生灵之敌。这般妖族，贫道能杀，定杀不饶。这般生灵，天庭可清剿，自不会留下半点后患。李长寿话音落下，天地间一片静寂，不少妖族眼底泛着少许狐疑的光芒。少顷，终于有一个狗熊精嘀咕了一句：骂不过咋办啊？怎么感觉水神说的好有道理啊？不要听他乱说，人族绝对容不下我们！一头老妖大声怒吼，数头老妖更是急冲冲地直扑高空中的李长寿身形。杀了水神，吾圣族还可大兴。而后数十名妖王齐齐而动，施神通扔出法宝，化作道道流光砸向李长寿的身形。然而玄黄气息垂落，李长寿安然地站在空中，任凭群妖轰击，身形巍然不动。甚至此前一直很亢奋的塔爷，此时也是兴致缺缺，有些蔫了一样。弱呀，没劲呐，没吃饭呢，这家伙，你看，那感觉被他们打完全就是法宝界的耻辱。哎，小徒弟，你快显神通灭了这家伙吧！啊！李长寿心底答应一声，找准对方齐齐攻来的时机，挥手撒出了2把漆黑的银针。这些银针淬了毒，还是李长寿
自曾经差点放倒西海龙王的剧毒中提取凝练出的剧毒，而这些银针本身就是专破护体仙光的珍贵巫仙石做成，看似只是随手一击，实际成本相当之高，而且很难重复使用，不过效果当真是不错。几乎只是转瞬之间，围攻而来的半数大妖被银针刺中。大妖们本自不觉有什么威力，但刚运转仙力，突然就是眼前一黑，更有几头修为勉强天仙境的大妖在空中缓缓化出本体，毙命气绝，妖魂直接化作黑烟消散。这一幕让群妖纷纷变了面色。有老妖大吼一声，招呼众妖齐攻，无数妖影朝着李长寿飞扑而来，不多时将李长寿团团围住。神通法宝齐齐上阵，但是妖族刚刚合围，道道雷光照亮天穹，将围杀而来的众妖直接击溃。各峰之上又有仙斗兵发难，原本在山门周遭的妖族此刻已经是得令前攻，在渡仙门内拉开了激战的序幕。李长寿头顶玄黄塔，左冲右突，雷法、毒粉、三昧真言随意的泼洒而出，成片成片的妖兵朝着地面跌落，摔砸在渡仙门各处。小琼峰山体内丹房中，有秦寻雅和灵娥看着琉璃镜中的画面，此刻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看那老神仙如入无人之境，横杀各处，此刻甚至还有了一些他们上也行的错觉。有秦寻雅低声道：这位前辈是天庭的吧？不知道。